现在已经是4月中下旬了，天气也越来越暖和了。我这个地区的最后的霜冻日，按以往的经验来看，应该就是快结束了。所以我打算提前做准备，在户外的花盆和种植袋里边种一些蔬菜。这样，如果万一还有倒春寒的话，我还可以把它搬回屋里或者大棚里边来进行保护。我几年前买了种植西红柿的种植袋，然后一直也没有用，这次刚好派上用场。所以为了种植这些盆栽的蔬菜，我打算自己配置一些盆栽的土，就是 potting mix。我首先需要的是质量足够的轻，因为我种植袋是要挂在高处的，所以不能太重。然后盆栽土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松软透气、保水保湿性比较好。再有就是保水保湿的同时，排水性也要足够好，不能让花盆或者是种植袋里边积水。接下来就是要营养充足，酸碱度要适中。这里酸碱度适中是指 pH 值达到 6.8 左右， pH 值 6.8 会适合大部分的蔬菜生长。最后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成本，成本要尽可能低一些。好了，我已经介绍了一下我自己配置有机盆栽土的目的，然后也列出了一个想要达到的目标。我前些日子从店里把该要的原材料也都准备齐了，都在我的身后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原材料。这个就是我提前准备的有机盆栽土的配比，我大概也是按照这个配比去购买的原材料。这些东西基本上在 Home Depot 的 Lowe's 店里都可以买到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泥炭台 Peat Moss。这里我制作有机盆栽土之所以选择了泥炭台而没有选择椰壳绒，是因为泥炭台的成本比较低一些，而且对于有机盆栽土，因为我用的量比较大，所以泥炭台应该是更划算。另外就是有机盆栽土种的都是一些大的苗、大的蔬菜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这个酸碱度。泥炭台大概我们是要用2桶。接下来就是堆肥 compost， 我们需要1桶；牛粪 cow manure， 我们需要1桶；珍珠岩 perlite， 我们需要1桶；蛭石 vermiculite， 我们需要1桶。这里边如果要是特别在意成本的话，可以用2桶珍珠岩，就不选择用蛭石了，因为珍珠岩的成本要比蛭石低一些。我是觉得2种都用的话，质量会好一些，因为珍珠岩的排水性更好一些。然后蛭石是有一定的保水保湿的功能。当然这2种都是非常轻质的物质，能让你的盆栽土变得特别的轻，特别的松软。上面这些就是主要的盆栽土的构成，然后我们还要加一些石灰，主要是这里边加了泥炭台 Peat Moss。 我们2桶泥炭台大概就加1/2 cup 的石灰就好了。再有就是矿物质，矿物质主要是为了补充钙、镁、钾、钠等微量元素。按目前的配比的量的话，矿物质我们需要5 cup。最后是有机肥，我们可以选常用的533的有机肥和鸡粪肥，或者是混合各种有机肥放进来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量需要10 cup。因为这里边我用的是 bucket， 也就是用桶来度量的。如果你需要的量不一样的话，可以按照这个比例自行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清点一下配置有机盆栽土需要准备的土、肥料和工具。这个是泥炭台 Peat Moss， 这个是我最喜欢用的堆肥土 compost， 这个是牛粪土，是 0.5 氮磷钾含量的。这个是珍珠岩 perlite， 这个是蛭石 vermiculite。 接下来是有机肥，我准备了2种，一种是我常用的533的有机肥，另外一种是鸡粪肥，是242的，含钙量比较高。接下来是矿物质，主要用来补充钾、钙、镁、钠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。然后这里是石灰粉 garden lime， 还有一把用来混合土的平底的铁锹。
好，我们所有的原材料都准备齐了，下面就开始准备制作有机盆栽土了。我先用这种32加仑的大桶来浸泡一下泥炭台。刚才一袋3立方英尺的 Peat Moss 完全倒进桶里的话，已经把32加仑的桶装满了，所以我刚刚又找来一个桶，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一半分到这个桶里，这样就方便浸泡了。好了，现在应该差不多了，2个桶里各有一半的泥炭台。接下来我往每个桶里各加2桶的水，也就是每个桶里边1.5立方英尺的 Peat Moss， 我加2桶，大概是10加仑的水。好了，现在水已经加好了，剩下的工作就是等着这2桶 Peat Moss 泡好了，大概需要几个小时。这个 Peat Moss 太轻了，它会浮在水的上面，所以我用这个铁锹把它稍微搅一搅，这样能加速它的那个浸泡过程。行了，搅完了，我们再等一等，让它充分吸收水分。我们往桶里加1/2 cup 的石灰粉，来中和一下 Peat Moss 的酸性。我们用铁锹搅一搅，行了，这样就混合均匀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好2桶泡好的、已经中和过酸碱度的 Peat Moss。1.5立方英尺的 Peat Moss 泡出来之后，大概就是2桶左右，和我们计划的时候列表里边的比例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桶堆肥和1桶牛粪。好，接着是珍珠岩和蛭石各1桶。好，现在主要材料就准备好了，有2桶泡好的 Peat Moss， 1桶牛粪，1桶堆肥土，1桶珍珠岩，1桶蛭石。接下来我们加一些肥料和矿物质，我们要加5 cup 的矿物质和10 cup 的有机肥。我这个量杯是1/2 cup 的，所以需要加的杯数要翻倍。加5 cup 的533的有机肥。接着我们开始混合，大概混合3遍左右吧，应该就可以均匀了。
了，已经混合2遍了，我再混合1遍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行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，非常的轻，非常的松软，兼顾了排水和保水性，透气，然后肥力也是特别的充足。我们等一会儿把它装到桶里边，就可以留着后边使用了。这种应该算是非常优质的有机盆栽土了。我们把它装到桶里保存。